迎大家收看《打破医美缪斯》。好，嗨，各位，接下来我要做一个企划，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到底哪些是真的是最新的，哪些呢其实只是被再包装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一系列的企划，我们今天的第一集就是要介绍给大家看关于拉皮这个手术的历史。之后呢，我们会介绍关于线啊它的历史，因为大家才会知道说哦，到底什么线才是新的啊，各种 energy based device， 像什么电波、音波，到底它是怎么样演进的啊？我好像一直在画坑不讲了，等一下到时候会累死自己。那今天这个主题其实坦白说，我在医学会讲过好几次拉皮包含对很多医师而言它很神秘，因为这是比较困难的，比较需要技巧，比较需要经验。这里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他没有经验的医师他怎么做？像我们天天做，我们都觉得这不是很困难，可是对很多人而言，它是一个门槛。所以有很多医师呢，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拉皮有这么多的流派，他要怎么分？关于拉皮到底怎么区分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这个影片啊，这个影片讲得很好，你听完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拉皮是这样分的。待会我会给大家看整个拉皮的演进，还有它的一些论文的出处。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疗程，有一些名称，它其实就只是一个诊所它取一个名字，它真正的 medical term 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举一个例，我们就举自己3层次拉皮是一个我们自己取，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它是做3层的。那它真正在医学上的名字就叫做 extended deep plane facelift。那常常你有时候看人家随便取一个名字，好像就瞬间发明出来一个东西，它根本没有经过时间的淬炼，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到底在医界认不认同，这很重要嘛。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看的东西都是 evidence based 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好，我们现在看这个这个图是什么？这个图就是你看，这是一个脸的一个切面我之前跟他讲，我们脸分成3层，第一层就是皮肤跟皮下脂肪，1跟2是浅层，中间那一层就是筋膜，再来就是筋膜以下，像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图4、5、6以下，这都是属于深层位置。那事实上我们在做手术拉皮的时候，可能会从几个地方进去。我们看这个这个图是什么？这个图指的就是从皮肤的下面进去拉皮肤，就是我常常在讲减皮的那个方法，这个是最古老的方法。下面这个是什么它讲的就是说筋膜，比如说筋膜折叠啊，筋膜缝合啊，好像我刚刚讲那种郁金香，它就是它可能在筋膜上面有一些简单的缝合，那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再看右上角这是什么？我们这个走的就是筋膜的深面，深层的就是3层次里面我们强调深层的这个方面。还有一个这是什么？骨膜没听过怎么之前都没有听到？这个就是指走在最深的地方，走在那个骨头那一面去做。当然我们看这个骨头，对不对？事实上你知道骨头表面有一层膜这层膜其实很韧，它就是很紧密的盖在这些骨头上面。所以有一种拉皮的方式是沿着这骨头这个膜去拉，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次。我们觉得怎么之前都没有听我讲过？对啊，待会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方式在中下脸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很久了。待会我们就知道。你看大家都好好奇到底拉皮的历史怎么演进呢？我们开始看。噔噔，大家注意一件事我接下来我会用不同的颜色告诉大家在拉皮上面观念的演进。拉皮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1901年。1901年不是？你看100多年前就有人在拉皮了。好恐怖那个时候连麻药都不是很发达。你看人类为了美丽什么事情都可以，对不对？1906年呢这个就有记录了有一个叫做 Miller 的人呢，他在做这个拉皮，他怎么做？听了会吓死你。他就是把脸上的肌肉把它剪断。你的表情眼睛都很睁那么大，我跟你讲真的，你笑的时候法令纹把你这个肌肉剪断，你就没有法令纹了。不能笑了。是啊，你有抬头我就用刀子剪刀进去把额头的肌肉剪断。你的表情非常惊恐我告诉你，我也觉得好恐怖。所以我一直在讲，有时候客人会跟我说我可不可以做完拉皮笑的时候都不要有纹路，抬头都不要有纹路。我说这个好像是100多年前才有人这样子搞再来1910年，比如说我这个眼尾有点下垂，这里剪一块皮我脸颊这里有点下垂，我就在耳朵前面这里剪一块皮就是这样剪一块皮，然后把它缝起来。剪完以后马上就有效110年前就有人这样子搞。当然这个后来是绝对不 OK 的，但是我告诉你，现在还有很多人这样做。那这个方法是完全不 OK，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一直强调，我们皮肤是一个弹性的东西，你这样剪一块皮，然后一缝起来，一开始是有效，等到它那个皮肤弹性的皮法，它马上就坠下来了。但是你会看接下来这些年，黄色的这些全部都是剪皮。所以从1910年开始，我们看到那边剪一块皮，这边剪一块皮，然后后面演进就是什么？1920年过了10年，
年哦，科技进步了，我们把这个伤口全部连起来，剪多一点皮，刚好可以纪念100年前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接着看，突然1920年、1993年以后，拉皮就没有什么新的进步，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世界大战。哦，世界大战都只想活，谁还在管你会不会老啊？吃都吃不饱，命都没办法活啦。所以1930年、1940年、1950年，包含这些战后复出，没有人有空啊。1960年，当年打仗活下来的人也老了，他们开始也会在意自己的外表。1960年以后，又开始有一些关于拉皮的研究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很好玩，然后在听那个阿正讲古，好像历史老师在上课。是坐哦。那我们继续听阿正讲古哦。你看1960年的时候，一开始哦，黄色还是有人在搞剪皮，他可能想说，好久没有剪皮哦，我们再试试看当年的剪皮有没有用，再剪一下。可是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方法不 OK 啊。于是1970年之后，大家发现一件事，剪皮这个效果很不理想，伤口又大，要么做完很僵，要么就是效果不持久。于是就有人在想有没有其他方法，于是开创了另外一个东西，绿色的。绿色是什么？绿色纸除了皮肤下面，下面还有一层东西叫什么？筋膜。只是在197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一直到了1970年代末，1976年 Miz and Paroni 他们把这个皮肤底下这一层，他把它命名叫做 SMAS 筋膜。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哦 ，SMAS 筋膜这个只有脸上有，于是大家就开始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把一些力量用在筋膜上面？所以就开始有人怎么样，在筋膜上面做缝合缝合就是在那边缝体圈啊，或是我在那边剪一小块筋膜缝起来啊，就是一些筋膜拉皮的刚开始的概念。那个时候它的效果也不理想，于是呢，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想说，有没有办法让它更好？有些人就开始在想，那我们再走在更深的地方，最深就是骨头了嘛。我说骨头它表面有一层薄膜叫骨膜有些人说我沿着骨膜下面去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字体就是骨膜。我们看看这样可不可以让它效果好一点？于是这个年代好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骨膜拉皮啊。其实做到后面的时候，就开始搭配运用一个东西叫内视镜。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说，我们内视镜拉皮基本上它做的是单一层次的。那这个骨膜因为它是贴在骨头表面，所以它用内视镜进去做，看得会比较清楚。骨膜拉皮一开始不是用内视镜一开始也是要画大的，后来他们开始用内视镜。什么时候开始？80年代末1991年，Remier是内视镜大师。最近他还发表了一个文章，关于他用内视镜拉皮这30年的经验。那个时候很多人想说，哇，那内视镜拉皮好像很好用哦，除了用在这个额头上面，中脸下脸都好多人开始在用内视镜拉皮了。所以内视镜拉皮到现在已经30年。但是你接下来发现一件事内视镜拉皮在额头效果很好，但内视镜拉皮在中下脸呢效果不是很 OK。为什么不 OK？ 欢迎大家去看这一期节目，我有一期节目有在讲说为什么中下脸我不喜欢用内视镜拉皮。我这里简单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额头这个地方它很薄嘛，就很像是一栋扁扁的房子，你把它整个往上移 OK 效果 OK， 可是你的苹果肌你的下脸它很厚，就很像是这个楼层高度比较高的一个房子，而它已经倾斜了，往下倾斜了，你整个往上平移它还是倾斜的，效果不好。所以我们来看这里，这些都是分别是拉皮手术方式的一些发明人，或者是一些做很久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医师，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请问你现在中下脸你还会用内视镜拉皮吗？答案是几乎都是 no， 只有2个yes。谁说 yes？Remier 啊，因为他是内视镜的大师其他人都说 no 但是Remier 在中下脸他额头现在用内视镜是 OK 的我现在讲的是中下脸他说他还会用内视镜是因为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手术当中把内视镜伸进去看一下拿出来然后继续开，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大家看到这里就会知道，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说内视镜八爪拉皮拉中脸拉下脸，我觉得那是很不 OK 的，因为它效果很短暂，你就拉线就好了，干嘛手术拉皮？对啊，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看90年代这个时候是一个很混乱的年代。90年代好像是一首歌，罗大佑是不是？
经历过前面哦，到底哪一个方法比较好？有的人就说走筋膜的好啊，有的人说我们用骨膜的好啊，有的人说就剪皮就好啦。所以你看各式各样的都有。其实我原本整理的资料里面那个论文是密密麻麻的，你知道吗？后来他们说太花了看不清楚，所以我只截录了一些重要的。所以90年代到2000年前的时候，其实整个拉皮是很混乱的，没有所谓的最彻底的一个方法，很混乱。2000年之后呢，开始有一个重大的变革，每一年到2011、02都一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什么重要的发现？我们简单给大家看，这个是皮肤跟皮下脂肪是嵌层，中间的这一层呢是筋膜，最下面的这里是骨头跟骨膜。筋膜跟骨头之间，以前我们认为这就是深层啊，就是里面有好多神经血管哦，所以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这里啊少碰哦，不要碰的太多。以前这个区域，大家就算是在做筋膜的下面，可能就是做这一区啊，不会做到很前面，类似这样子是不完整的啊，因为我们3层是真正必须要做到前面去，不是只有做一小块。我问各位，你最严重的位置是这里还是这里？一定是内侧嘛？那你只有做外面这边，你做深层有什么意义呢？你一定要做到前面去嘛。好，回过头来讲，为什么2000年以后很重要呢？2000年以后发现一件事，在筋膜底下这里有一个东西叫 space，space 是什么意思？太空啊，不是啊。在医学上，我们翻译成叫做间隙。间隙听起来就是一个小小的缝，对不对？这个缝很重要，我给大家看哦。你刚刚看这个蓝色，这个就是一个间隙，在我们的脸哦。你看，在这个皮肤跟比较浅层之下，筋膜的下面有这个蓝色的这个间隙。以前我们的认为就是说，脸啊，就是什么啊，皮肤啊、肌肉啊这些神经血管就像大树一样延伸出去。你今天树干长在这里，你的树枝怎么长，你是无法预测的，对不对？啊，所以以前认为说，那神经怎么散出去，你是无法预测的。可是这些研究发现一件事，这些蓝色的这些都是间隙，我们的神经跟血管它会避开这些间隙。洋葱是不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洋葱之间是不是就有一个间隙？这个间隙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对吧？我们脸其实就是这样。人为什么会老？人为什么会下垂？那地心引力啊，废话，我也知道是地心引力啊。我是说为什么地心引力会让你的脸垂？我以为你会说因为胶原蛋白流失。这是一句很不负责任的话，你知道吗？幸好我没说。好。真正在医学上为什么会老？重点就在这。第一个，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件事哈，你看这一根是什么？这个叫韧带。什么叫韧带？韧带就是从最底下一样长出来，然后它会去抓住你的筋膜，抓住你的皮肤，这个叫韧带。蓝色的呢叫做间隙。什么叫间隙？间隙就是存在我们的筋膜下面的一个空间。随着你的年龄，你的地心引力长期拉扯，你的韧带会松，就像房子的柱子有一点松垮，然后你的这一个间隙就像房子的空间，你的柱子已经不稳的时候，你的整个空间就会怎样？会倾斜，会滑动，所以你的脸就往下滑动。大家听到重点了吗？韧带还有间隙，所以大家发现一件事，这是老化的关键。所以你要逆向下垂这一层一定要处理。幸好间隙里面不会有神经跟血管，所以你在做这一层间隙，它其实是很安全的。问题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间隙怎么找？我说真的，因为我7、8年前我在医学会演讲的时候，就有老贝医生他说他没听过这个东西，因为他们也比较没空，可能去看一些新的。我们觉得他非常的熟悉啊，好像好朋友一样。这个观念他现在已经是在脸部老化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很多的手术都根据他这样来做。你知道这个间隙它会怎么重要？你如果知道怎么找到这个间隙，你找到间隙，你可以在里面做。我不是常会去医学会示范吗？或者是去一些医学院去教我，甚至可以把手伸到间隙里面，在里面动，这样子动，神经跟血管都不会受伤。听起来好恐怖啊！我当然不会这样子在手术当中这样玩，我们就像这个蛋糕一样，好可爱蛋糕。这是医学论文里面的哦，这是真的是论文，它就在形容这件事。这个是皮肤跟皮下脂肪，这是浅层，中间这里就是筋膜，这是筋膜下，这里是骨头。在以前我们的观念就是不然就剪皮啊，不然就是筋膜上面缝一下，然后以前都会觉得说这边以下好危险，现在已经不是这样认为。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这几层里面最安全的居然是这里，你可以伸到里面去动都不会有问题。所以它这个蛋糕就是在形容，你如果知道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其实这里面最安全的是这个。再来，这个蛋糕还要形容一个什么事情？为什么你整个蛋糕它会整个垮下来往旁边倾斜？就是因为你底下这个间隙，这个
韧带它松了，然后间隙就整个滑掉。所以间隙在抗地心引力里面才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然它就会整个往下倾斜。那它也同时也在解释我刚刚说了，如果你用内视镜做鼓膜下，如果你今天这个蛋糕是扁扁的，你把这整个蛋糕往上移也就算了，如果你蛋糕是比较厚，它已经倾斜了，你从鼓膜整个往上移上去，它还是斜的所以这就是中下脸不适合做内视镜的原因。为什么中下脸一定要做 extended deep plan facelift， 一定要做3层次？我们再看2010年以后，你看还是有相当多的白色的，就是一些解剖学新的研究，一直 update 很重要。所以整个拉皮的眼睛，它历史是这个样子。因为其实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会讲很多的医学的新知，坦白说，我觉得这2年因为可能我们观众越来越多，那有很多的诊所他们会觉得我们讲太多，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商业的操作，所以我们也不断的会有人在网络上会用一些假的东西攻击我们，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是话术。其实如果你在医学会认识我的话，我是不讲话术的，我是最讨厌讲话术的。我讲的东西都是 evidence base。之前有人说那个3层次是唬烂的，那种 extended deep plan facelift 它现在就是拉皮的显学，中下脸你效果要好，就是要做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它的眼镜是这样子来的。OK，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是算是我们新企划的第一弹，就是第一课。今天好像在上课。是，之后我们要开始当历史老师了。医学这个东西它不是靠话术或是靠胡诌来讲的，它要靠的是医学的基础，才有办法诊断你的问题。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OK，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节目不错，欢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如果你有分享给你的朋友，跟我们的小编讲，然后他会把我的这一本书的电子档然后寄给大家。那这本书虽然它是讲微整的可是里面也讲了很多关于脸部结构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于大家在求美的过程中会比较有帮助，比较不会被一些错误的引导。那如果大家有自己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官网，或者是直接用这个 LINE 或者是 WeChat 微信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来问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变美的方式从建议。